有媒体称，中国已经做了多次的兵推，可以用24枚高超音速导弹击沉福特级航母。那从这个理论上来说啊，解放军当然是有这种能力了。欢迎来到张斌观察，我是张斌。外媒称啊，中国相关的机构人员进行了多达20次的中美兵棋推演，在推演过程中呢，就可以用24枚高超音速导弹把这个福特级航母以及它的编队给打沉。那这个报告还是公开发表了啊。那么外界认为啊，公开发表这些信息出来，这很罕见。要说起打航母这个事儿啊，咱们先不说导弹不导弹的，如果就从这个武器本身、弹药本身的这个损伤能力啊，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这个鱼雷对舰船的杀伤力那是最大了。问题是现在这鱼雷啊，航程都很短，现代舰艇特别是航母防护能力是越来越强，不管是空中的还是海面的还是水下的，航母的这个防卫圈非常的大啊。所以你这鱼雷，不管你是搞空射还是搞潜射，你真的都很难打到航母了。所以呢，现在啊，这个反舰大航母普遍使用的是用导弹。福特级航母啊，它吸收了尼米兹级的实战经验啊，本身它这个船体结构打造的都非常的结实，抗打击能力啊是大幅度提升。你看它采用了多层甲板和这个密密麻麻的水密舱的设计，而且还结合了各种高强度的 X 型钢架结构，吸收这些能量以及抗变形。在2021年的时候啊，美国海军对福特号进行了抗爆炸冲击实验，就是弄那个好几千磅的炸药在它旁边直接就炸。你还别说，美国这方面还是一点都不含糊了。所以不有个说法了，说这个美国军舰有个特点，叫做新舰下水就要炸3回。进行了这种抗爆实验之后呢，这福特号基本上没什么受到太大的损伤啊。那你看，可想而知，福特号的它这个生存能力还是特别的强调了。如果说咱们用一般的反舰导弹，或者说这个反舰的巡航导弹去打福特号的话，为了穿透舰体呢，引发这个军舰的内部的殉爆，那这个对付福特级这个大家伙，你就要用很多枚的导弹发起饱和攻击。但是不管你是空射还是舰射，都要面对这个福特号本身舰载机的这个先发性的攻击和拦截，难度是非常高的。而且呢，你普通的反舰导弹呢，它的战斗部它没那么厉害啊，你是不是真能打进去多深？打到什么程度？这还真是个问题。如果是使用高超音速导弹，那可就不一样了。我们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反舰高超音速导弹。前一段时间，咱们不也公开展示了055大驱这么发射了这么一回嘛？而且呢，我们还现在看到呢，很有可能还不是我们最新最厉害的型号呢。目前来看啊，高超音速导弹其实还没有什么很好的拦截办法。你看在俄乌冲突之中，俄罗斯它用这个空射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哈，它打击了很多目标，这个杀伤力啊真的是很厉害的，大家就有目共睹了。而且匕首呢，它还不能算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高超音速导弹，所以外界呢认为它只是一个具备了高超音速导弹的一些特征，算是一个入门级的吧。美国和乌克兰不宣称用这个爱国者3就可以拦截这个匕首吗？尽管现在这个证据啊还不是很充足，就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啊，我比较倾向于是乌克兰这边真的是拦截了1、2枚的匕首。但是你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你真的能够成批量的非常成熟、非常可靠的大量拦截匕首、拦截高超音速武器，这个可能还没到这个时候。那么现在啊，乌克兰拦截这个高超音速武器啊，很大程度上它还是一个偶然的情况。我们的反舰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啊，是可以在055大驱、052D 上以海基我们来发射，也可以用这个轰六 K 等机型呢进行这个空射。当然，这种反舰弹道导弹这个射程随便就可以达到1000公里以上，1000到1500，这个距离并不是一件难事儿，就能远在这个之外啊去打击这个福特航母。那你福特航母它整个舰载机的这个打击范围啊，它到不了这么长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可以在福特级航母的这个防卫圈之外，就开始搞。但你说我们这样从远处发射了高超音速武器之后，你美国这边福特级航母，你摧毁不了我们这个空中和水面的发射平台，那最后你剩下的什么？只能是拦截了。以美国现有的能力和福特级航母编队的各种配置，想要拦截成批量的拦截，
我们的高超音速导弹这个概率是太低了，我们高超音速导弹的损伤能力又非常的强，那么部署使用起来比这个弹道导弹打航母啊要来的灵活得多，成本也低得多，机动性就更强。在我们的战略支援能力的支撑之下，用24枚来收拾福特级编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要说起外围的这种报道吧，也不是什么最新的这个大消息，这种消息其实大家已经分析了很多。对付美国航母编队啊，我们除了高超音速反舰导弹之外呢，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办法。这高超音速导弹呢，只是我们的杀手锏之一。